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今天我们又来大山里面看房子了。这是进入这栋房子的土路，宽3米左右，大概有150米，没有硬化。再过去就是水泥路了。现在我们听到播报的声音，就在小河的对面，那边是一座学校，在这底下就是幽水河了。可以看到这边的树木啊，非常的茂密，这些都是一些绿化树。那我们要看的房子就是镜头前方的这座平房了，走进去看一下。整个院子都已经打上了水泥地面，但是长时间没人住，长了很多杂草。那这栋房子已经建的有20多年了，看起来比较旧。院子的外面也有很多绿化树，这些也都是常青树，但是我觉得啊，这些树木啊挡住了视线，要不然我们站在围墙的位置，可以直接看到底下的幽水河。河里面是可以钓鱼的，每天在河的两岸都有很多钓友，经常都会上一些10多斤的大鱼。就在那个位置就是幽水河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先拍房子，最后我们去到河边给大家看一看。那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大约是10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2公里。乡镇是每5天赶一集，是一个土家族集市，有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卖，但是这边都有个习惯，一定要赶个早。像买这些蔬菜水果之类的话，天一亮之后，陆陆续续就有很多商贩在做买卖了，大部分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了。这是房东阿姨。那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看到，上面盖的是土瓦，这边打了一块翼子板。从这些瓷砖我们也可以看得出，时间是比较久的了，上面都是装了玻璃。这边有块玻璃都已经坏掉了。在这边就是厢房，这边可能也是他们家的厨房。这边就是这栋房屋的大门了，有6扇大门，平时只要打开2扇，进出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在这边也是一个卧室，这边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，车子基本上也可以开到院子里面。这边的围墙如果后期拆掉的话，沿着土路直接把车可以开到院子里面。那接下来我们走进房子里面去看一下，可以看到修的砖房子是没有门槛的，非常的平整，这一点就比较的方便了。像一些木屋的话，都是有高30到40公分左右的门槛。这边堂屋也都打上了水泥地面，宽约20个平方左右，墙壁呢也是比较陈旧了。那这是一栋坐南朝北的房子，这边的海拔达到300米左右，不用担心到夏天的时候这边的温度也不会很高，
因为就在小河边，每天吹着的风还是非常凉爽的。其实这栋房子距离小河边是非常近的，从这边有台阶路往下面走，我目视一下，大概也就10米左右。那现在我们走到小河边去看一看，这底下的厕所也就是猪圈，也是他们家的。这边的台阶道应该也是他们家自己独立拥有的，但是现在每天都有很多钓友来到这边钓鱼。在对面就是学校了，看，离小河没有多远吧。这边的猪圈没有多宽，可能也就10多个平方左右吧，有个厕所，有个猪圈，上面也是盖的土瓦，砖结构的。这底下以前是稻田的，但是有的年层下暴雨，可能底下会淹没一段时间，所以现在已经荒废了，没人种田。在这底下还有一个小棚子，也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。其实院子外面的地还挺宽的，可以看到河里面的水碧绿碧绿的，看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。你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吗？专属的钓位，每天在这边钓钓鱼，哎呀，真的挺舒服的。我已经在考虑，如果在这边住下来，该怎么去打造这边的田园风光。其实整栋房子离小河边呢很近很近，而且是独门独院的房子，和邻居呢相隔有50-60米左右，非常安静的一座房子了。门前就是被这片树林挡住了，如果把这片树林砍掉的话，坐在院子就可以看到小河的全貌。那我们往上面走，再来看一下这个台阶小道啊，其实走在上面也是非常有那种意境的。这边的台阶路包括石头矮墙都是他们家自己垒砌的，因为在这边只有他们家一户人在用。背后的这栋房子是才建没有多久，但是也没有住人。那我们这边看到有几株兰花，都是野生的，开着花，很漂亮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据老一辈的老人说，这里以前也是土毁的一个聚义厅。现在我就来到了乌龙山大峡谷飞虎洞的洞口的位置。这里啊，以前也是土匪所生活的一个地方。到底洞里面有什么样的景观？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一起走进洞里面去看一看吧。镜头的前方那个位置啊，就是鲢鱼洞的位置，那里需要买票进去。我们现在先去飞虎洞的位置去看一看，就在鲢鱼洞的斜对面。从这里上去啊，没有多远，大概走路的话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。飞虎洞这里有个介绍啊，石头就不为你们把它读出来了，你们可以从里面看一看。跟着石头的镜头啊，我们现在就进入了飞虎洞。这有一个大概30米左右的一个台阶可以上来，就在道路的旁边，下面啊就是皮渡河了。洞口这里啊，非常的凉爽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厅，还有一个篮球场。飞虎洞也有着亚洲第一溶洞的美称，肯定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一走进来，这个洞口非常的宽，大概有2个篮球场那么大，非常的平整。
这也是整个湘西土家族唯一的一个洞内的一个白手塘的位置，看到吧？3个大字。洞口的位置啊，有2个石柱，石柱的高度大概接近8米左右，2条巨龙啊缠绕着石柱，就像一道城门一样的。回过头来再看洞口啊，非常的宏伟，2个大石柱，看到吧？洞啊也是相当的宽，从这里啊可以一直往里面走。现在我们就往里面走，去看一看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景观。这条电路我们也会啊，人家找土匪买的路，本地这里就压这么多。这个山洞啊非常的干燥，据当地的人说，里面有暗河，所以说里面的水源非常的充足。我发现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啊都没有带电筒，很多都是手机照的，我们也是一样。这个山洞啊，据说有好几层去了，可能是洞内里面非常的干燥，也没有发现钟乳石。哇，这是一个空心的。这里的道路啊，已经非常的不好走了，开始有泥巴了。给土匪只听人家话，哪是吧？你说婚姻不说那还有讲，老师就这个一年黑。你之前都有吗？我见着都也黑见是见弄这个黑把电话机。啊，你好。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。啊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之前呢，钱大王就是一般都是住在这里啊，因为19寨的那个土匪啊，都是在有事的话都是聚集在这里。这里就是一个我们湘西土匪的聚义厅。这上面这个平台啊，有3个足球场大小，再到那边呢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啊。那边里面是储藏室，这边是记忆厅啊。钱大宝在这里啊，我经常被我们的那解放军围剿以后，这个洞口这个洞呢，可以移动通3省啊，可以走贵州，可以走重庆啊，移动通我们湖南啊。我们后来剿了之后，他没办法住了，他才逃往那个燕子洞，从燕子洞最后一站把那个钱大宝给剿灭了啊。钱大宝是最后是在那个燕子洞被抓到了啊。好了，非常的感谢这位大哥的讲解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刚才这位大哥的采访，他给我们说的也非常的详细。可能从当地人的口中，我们才得知土匪真正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。这个洞啊，也被誉为亚洲第一溶洞，非常的宽。这个洞啊，一洞通3省，通往了现在的重庆，还有贵州和我们湖南。很多人进去探险了之后啊，一直走不到洞的尽头，非常的宽。现在这里也被开发成为旅游区，当然处于一个半开发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大概走进洞里，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，发现了泥土，非常的不好走。再一个，我今天也没带手电筒，所以说我们就赶出来了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你们可以来到这里，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去深研的一个地方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为你们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可以。现在车子已经跑了2万公里左右了。
保养之前要检查一下车辆有没有刮蹭的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最近啊，有很多朋友啊的私信问我，他们说啊，石头，看到你之前进藏的视频啊，很想问问你，我们自驾游去到西藏到底要开什么样的车啊比较合适？第二个问题啊，他们问的最多的就是说，去到西藏大概全程跑下来接近1万公里左右，到底这1万公里啊跑到西藏对于车子的损伤到底有多大？今天石头也刚好和大雄啊去到我们那边的市里面 4S 店做一个保养，在保养的过程当中，石头尽可能的把视频拍下来，顺便看能不能采访 4S 店的师傅，问一下他们到底石头啊此次跑到西藏1万公里左右，对于大雄的损伤到底有多大？好了，朋友们，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4S 店，现在正在登记，马上就可以保养了。这个轮胎都要全部拿下来吗？啊。4S 店的师傅告诉我，因为这次我跑的路程比较远，大概有8、9千公里，所以说啊，这次保养尽可能把我4个车的轮胎的刹车片好好的检查一下。这个油看起来没有那么黑吧？还可以哦，因为上次好像我加的是比较好的那一种机油了。这一块副板还是很有作用的。已经给大雄做好了保养。其实朋友们，刚才在整个保养的过程当中啊，我已经把视频全部拍了下来，也采访了 4S 店的师傅啊。他们最后告诉我说，最好别把视频发布出来，因为这样子可能对于他们的工作有所影响。所以说啊，石头只能在这里啊，通过他们的原话为你们总结大概几点呢。首先第一点， 4S 店的师傅告诉我，他们说啊，实际上现在车子的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了。一般正规的车子啊，跑到西藏1万公里左右，对于车子的损伤啊、损耗都是非常小的。第二点，他们告诉我说啊，如果是近段时间准备去往西藏自驾游啊，一定要进行一次保养。保养所加的机油啊，最好是加那种全合成的机油啊，全合成的机油比较好。一般正常的情况下，它可以跑到9000到12000公里左右。所以说啊，就避免了你进入西藏要在拉萨进行一次保养。第三点，师傅告诉我，他们说自驾游去西藏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加油站来加油。他们说，如果加到比较劣质的汽油的话，不能充分的燃烧，在发动机啊，在火花塞里面就会产生积碳，这样子啊，对于发动机的损伤是比较大的。第四点，师傅告诉我，自驾游西藏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时不时的检查车辆的刹车片，还有轮胎，轮胎上面千万不要有钉子。因为在西藏海拔比较高，它的胎压都和内地有很大的区别，长时间的下坡路段踩刹车，刹车片很容易发热，很可能导致刹车失灵啊，一定要检查刹车片。第五点，师傅告诉我，
他说我的发动机的副板有点磕烂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是在去往萨普神山的时候啊刮到底盘的。他说啊，进入西藏啊，最好在发动机的底下加装一块副板，这样子啊，对于发动机的保护是很有必要的。最后啊，也借这个视频啊，回答大家所提的第一个问题：什么样的车辆自驾游进入西藏比较合适？石头想告诉你们，什么样的车都可以进入西藏，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，千万不要偏离西藏的主要道路，比如说318、317、109国道，不要偏离国道就可以了。现在的国道已经非常好，路况也非常好，补给啊也是相当的充足，不要远离国道，正常的行驶就 OK 了。最后也祝大家旅途愉快，我们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已经是10点多钟了，才刚刚起床，昨天晚上就睡在这里面。现在我来到了优水国家湿地公园，这是湘西的一个小镇吧，具体的地址我也不是那么清楚。本来啊，我是准备打算在这里停留几天，好好的把这个湿地公园这一部分的地方都给拍下来。据说啊，这里的景色非常的美。但是啊，这几天天气真的非常的差，现在外面又下起了小雨啊，起了大雾啊，基本上很难拍出比较好的效果了。最近很多朋友都私信问我说，石头，看你长期自驾游旅行睡在车里面，想问问你睡觉是怎么解决的，还有一个长期在车上用电都是怎么解决的。刚好今天我也不准备出去拍视频了，为你们拍一拍石头车里面的情况吧，大概也为大家做一个解答吧。首先啊，很简单，看到吧？这个镜头你们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。石头平时就是靠着这个镜头来拍摄视频的。我现在手拿的是一个 GoPro 8的一个运动相机。这是一个手机啊，有个支架放在这里。平时我拍摄视频的时候，对着镜头啊，都是用这个来拍的。如果是走动的情况下，我就拿着这个 GoPro 拍的。这个我手上拿着这个。有的时候你们看到我车上的镜头啊，在行走的时候，一个镜头啊，就是用这个装上 GoPro 8，从这里啊拍摄车子前方的镜头啊，行走的镜头啊，都是由这里完成的。基本上我在车上的镜头很简单，就是这2个，看到吧？今天的天气啊非常的差，起了大雾又下起了小雨啊。在这里啊也顺便回答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平时在车上是怎么睡觉的。我这台车是斯柯达7座的柯迪亚克，这个地板啊是纯平的，这里最后排的位置，这里是中间的位置，把位置放到这个地板纯平的。这一个垫子啊，价格也不贵，在网上有卖的。它的厚度大概是8厘米左右吧。睡在上面的时候，冬天还是非常的暖和，一点都不冷。加上我有睡袋，所以说我就不用被子了，几乎都是睡在睡袋里面。前面就是我一个挂毛巾的一个位置，和平时有的时候啊洗衣服晒衣服啊就挂在那里。现在我们去2排看一下吧。平时我都是一个人旅行吧，所以说我车上所带的东西也不多，因为都是在湘西附近，我也没有带很多的东西。煮饭的都不带，这边随便都有吃饭的，非常的方便，就带了一点衣服啊、毛巾啊、洗漱之类的，非常的简单。
因为疫情的原因嘛，现在也出不去了，没办法，只能附近转一转，为大家拍一下湘西这边的景色了。来到了前排的位置啊，我们现在把车子打响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用电都是怎么解决的。首先我买了一个12伏的车载逆变器，价格也不贵，100多块钱，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方便，已经用了差不多1年多，接近2年左右了。直接插在这个12伏的点烟器上面就可以用了，非常的方便。连接在这里，我买了一个插板，直接插在这里面就可以了，可以把电源给转换出来。这里还有一个 USB 的一个接口。目前的话，我是给那个 GoPro 8运动相机有一块电板充电，直接连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需要给手机充电啊之类的，就插上这个插板，在这里面充电就可以了。我还买了一个3万毫安的一个充电宝，在我开车的时候，我可以给充电宝充电，给手机充电，还有给我的运动相机充电。所以说我目前也不打算改装我车上的用电设施了，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首先没有无人机，也不用电了，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，我的电是完全够用了。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镜头啊，就是我在车上用那个支架放上手机拍摄的一个镜头，这也是一个我平时用的非常多的一个镜头啊。这里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狗8的一个运用吧。平时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，运动相机没有电了，我就通过这一个3万毫安的一个充电宝为它充电，连接数据线就可以了。本身的话，狗8是没有充电的一个孔的，但是我是买了这一个，看到吧？这一个外接的一个录音的一个外套吧。第一个它可以起到防护的作用，第二个可以录音，第三个非常好的，它还可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用数据线连接移动电源，可以一边拍摄一边充电，非常的好用。其实石头想为你们分享的都是最简单最节省的方案，因为石头长期以来自驾旅行啊，我觉得很多东西要适应我们自己才是最好的。有的时候花上几千块钱去改变一个车子的线路，加装电源，可能用起来会比较方便，但是它也对车子的本身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。如果朋友们你也是打算准备出去那么1-20天或者1-2个月的话，你采用石头的这个方案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，也是非常的节省，基本上花费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解决用电的问题了。当然睡觉的问题也是非常的简单。今天的视频啊，关于车上怎么睡觉和用电的话题啊，我们就聊到这里了。当然朋友们，你们有更好的方案，也欢迎你们评论留言。如果有疑问的朋友，也欢迎你私信问我，我都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。这期的视频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